大家好，我是车厘子，好久不见，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几种最常见的学习中文的方式，以及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我要聊的这几种常见的学习中文的方式有，第一个是在当地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第二个是在当地的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第三个是在网上自己学习中文，第四个是来了中国，然后在中国的大学学习中文。第五个是在中国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我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应该就是这几种了。其实，这几年我在这些不同的学校都工作过。我从2016年开始在柬埔寨的孔子学院工作，然后我就开始了做一名汉语老师。这9年里面呢，我就每1年到2年我就会换一个工作的地方，有的时候是在大学工作，有的时候是在孔子学院工作，有的时候是在语言学校工作，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是一直都在网上工作，所以我对这几种学习方式比较了解。而且我在每一种学校都工作过1到2年，我比较清楚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他们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其实这几年开始，在中国的大学，很多大学，不是只有几个大学，是很多大学都开始了汉语进修项目。进修是什么意思呢？进修就是说，学生来这个大学不是为了学习一个学位，不是为了学习一个专业，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学习这个语言。那学习完了以后呢，大学会给他一个证书，但是这个证书不是学位证书，它只是一个结业证书，证明你在这个大学学了6个月或者学了1年，然后你的成绩通过了，证明你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结业证书啊。所以现在很多大学都开了这样的项目，然后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外国留学生来这里学习。我以前也是大学进修项目里面的一个汉语老师。那我先说一说这些项目的优点吧。这个项目的最大的优点是价格比较便宜。对，如果对比其他的私人的语言学校来说，大学的价格还是不错的。我了解了一下，大部分的大学一个学期都在1万块左右，不会太贵，几千块到1万块左右，不会太贵。然后，如果你选择在大学的宿舍里面住呢，也是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价格吧，但是总的来说都比较便宜，所以它的价格很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这些大学帮你解决签证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选择这样的进修项目，你拿到的是学习签证。然后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说很多学生申请这个项目，他可以申请奖学金，他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政府奖学金或者孔子学院的奖学金。这对一些还没有开始工作、还没有自己赚钱的大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你不用花那么多钱，然后你可以来这里体验到这里的文化，学习到这里的语言。所以说，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比较个人的优点，就是说，如果你的性格比较外向的话，你可以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因为你住在大学的宿舍里面，
跟你住在一个宿舍的可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所以说你可以来认识很多国家的朋友啊。但是我觉得比较难认识到中国的朋友。虽然说你们选择这样的项目也是住在大学，跟中国的学生一起生活，去一样的食堂，去一样的超市，在一个学校学习，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学习目的不一样，所以我看到在大学的留学生不太容易找到中国的朋友，可能能找到能认识一两个，但是很难说你的圈子里面都是中国的朋友，所以说比较难。那这就是大家选择在大学学习汉语的一些优点。那现在呢，我就要来说一下缺点了。首先，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这些大学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教学质量不太一样。其实像这样的留学项目，很多大学它才开始没有几年，所以说它可能没有那么多有经验的老师，也没有那么多设计课程、开发课程的经验，所以在这些大学，他们的上课的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不仅上课方式比较传统，教材也比较传统，然后学生的管理方式也比较传统，所以说有的学生可能他在这里这一年这半年玩得很开心，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教学质量不太好的大学，那你的语言能力可能提高没有那么多。当然也有的大学它这个项目做得很好，比如说一些很有名的教中文的大学，在很大的城市，那这些学校它的课程设计很好，教师水平也很高。不过也有一些刚刚开始这个项目的大学，它的质量可能就没有办法说那么高。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点，如果你非常关心自己的语言能力的提高的话，你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大学的质量怎么样了。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在这些大学99.9999%都是班课，你很难遇到一个班只有4、5个学生的情况。而且有的大学学生比较多，一个班可能有10多个到20多个人，所以说你在这些班级里面学习的时候，你得到的练习的机会可能比较少，老师关注你的时间呢，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多，这是班课的情况。但是大家知道，学习语言，其实我们说学习语言的班不能有太多的学生，超过15个。可能老师就会觉得比较辛苦，然后有的学生就可能没有办法关心到他们，所以说如果班课的人太多了，可能也会影响你的学习速度，还有学习质量。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是，我觉得是大部分的学生不会去考虑的，或者是说很多学生不会考虑到，就是很多学生他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他只考虑了这个大学的名气，名气很大他就来了。名气的意思就是他有名的程度，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像这样的大学名气非常大。那再比如说一些不太有名的大学，那他们的名气可能比较小一点。那很多学生选择大学，他只会考虑名气，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呢，会发现其实很多中国的大学都不在城市里面，很多中国的大学都是在城市的郊区，离城市非常远。有的大学可能坐地铁去城市中心可能要2个小时，坐车打车也花费比较贵啊，所以说住在郊区的这些留学生，他们可能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体验当地的文化，体验当地的生活。我听到过很多学生抱怨过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要住的学校在市中心，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原来自己住在农村，住在郊区啊。而且很多大学它是有2个校区，有的专业在市中心，有的专业在郊区。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体验当地的生活、当地的文化的话，而且你很喜欢城市生活的话，那大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那我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就是教学质量比较高的学校呢？很多学生会说啊，我听以前在这里的学生推荐，他们推荐说这个学校很好，教得不错，然后服务也很好。但我也发现，其实很多来中国留学的学生，他们可能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体验，第一次来中国留学，所以不管他们是遇到了什么样的课程，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或者是说住在什么样的宿舍，他们可能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态度都是比较乐观的，然后也是会比较，他们的评价可能也会比较高。而且很多学生可能他对自己的语言水平没有办法估计，他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来中国以前以及来中国以后自己的语言水平怎么变化，所以他这些以前在这里学习过的学生，他们的评价你可以去听，但是你不能全听，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别的地方的大学，所以他们的评价可能是比较我们说比较不全面，没有那么全面，没有那么客观。所以说如果你比较关心自己的语言能力，你来大学进修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一看这个学校的课程，这个学校的课程设计，它的设计怎么样，科不科学，合不合理，还有它的教材老不老。我以前工作过的大学曾经给过我一本教材，是1999年的教材啊。大家想1999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但是他们还用这样的教材，我觉得那可能这样的大学它没有能力去更新自己的课程设计，它只是在用很传统，或者只是在用一个一直不改变的方式来教学生。那其实用比较老的教材的学校可能能教，但是教出来的学生可能他们的提高的速度会慢一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看它的教材使用怎么样，这个学校有没有自己设计的课程，有没有自己开发的教材，还有他们的老师的背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很多大学的进修老师，他们并不是教中文专业的老师，他们是教语文专业的老师。我要跟大家说一说语文专业跟中文专业有什么不同啊？教语文和教中文是2个系统。教语文是教中国人，一些关于中文的内容，比如说文学、诗歌、小说，怎么样去写一篇文章，怎么样去写一篇报告，怎么样去写一篇新闻，这种比较高级的中文，好像可能小学2、3年级这些学生就要学习这样高级的内容了。但是教中文是要教学生怎么样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怎么样跟大家用最简单、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交流。
所以说，如果你让一个教语文的老师来教中文，他可能方向完全是不对的。虽然我们教的都是中文，但是他可能会用教文学的方式来教外国的留学生，他可能教的那些内容都是比较书面语，或者是说他教的内容可能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不会使用，不会用到这些内容，你在口语交流的时候根本用不到他们教的那些内容，所以这是语文老师跟中文老师的区别。所以说我们两种老师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很多大学的领导他并不了解这两种老师的区别，所以很多大学他会去找一些语文老师来教大家来教留学生语言。那这就有一些问题，就是留学生应该学习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但是却学习了很多书面语的东西，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也用不到这些内容。所以大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大学的网站里面查一查这些老师的背景，他是语言专业、文学专业，还是他是教中文专业、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哇，说一个大学的项目就说了这么长的时间呢。那现在我们来说第二个是在中国的一些私立的寄宿制语言学校。我以前也在这样的学校实习过，没有正式工作，但是我实习过。这种私立寄宿制的语言学校呢，他们大部分会在一些比较漂亮的小城市，因为这些学校都会把学习语言跟旅游结合起来，所以他们的地方一般都是在比较漂亮的小城市啊。我在这个语言学校工作的体验感是最好的，因为学生玩得开心，其实老师玩得也很开心。那我先来说说这样的语言学校它的一些优点。它的优点呢，首先它也是可以帮大家解决住宿的问题。所以说你来这里，你不用自己再去租一个房子或者找一个酒店，他们一般是有住宿的，很容易。他们的还有一些优点就是他们的语言课更新的比较快，所以说你可能够接触到比较现代的语言课程，因为他们的课程都跟语言有关，都跟旅游有关系，所以说他们会更多的教你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用这个语言去买东西，去跟当地人交流，然后去跟当地人聊天，所以他们的语言课其实跟生活比较接近。然后这样的课程班级的人数比较少，最多在4个吧，我没有见过，也可能有5个的，但是人数比较少，那你练习的机会就比较多。然后这些学校呢，它也会有很多的文化活动，新年的时候或者平时，带大家去旅游，带大家去露营，然后带大家一起包饺子过新年，这样的文化活动都比较多啊。所以它的地理位置一般都是在小城市，虽然在小城市，但是肯定是可以体验到当地的文化生活的。我觉得这样的语言学校其实比较适合已经工作、已经自己赚钱了的学生，因为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价格比较贵。你想想，又要带你去旅游，然后在这些风景漂亮的地方住酒店本来就很贵，然后你要一边住酒店一边学习语言课，那其实它的花费是比较高的，所以是适合已经工作或者适合一些在网上工作的数字游民，或者适合一些前半年工作后半年想休息的一些学生呐。所以说它的缺点就是贵，其他的我没有见过什么缺点。